魂的形状？你见的最多的是什么样子？灵魂有灵魂的形状，只能通过水火才能练习。大部分灵魂的状态，那个能量是很稀薄的。是的，随着时间会慢慢的凝聚在一起。啊，是的。您沟通过的不同宗教信仰的灵体，他们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吗？这些灵魂呢，告诉我说，就那一条路。对，80%的灵魂去往别处了，20%呢会留在生活当中。本体未必知道自己死亡。您会允许亡灵的短暂附体，给家属最后一个拥抱。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今日係一個全新嘅系列，咁樣我就有請咗一個嘉賓過嚟啊，但係呢，我哋嘅嘉賓呢係嚟自於台灣，所以我們這一期呢，我還是用國語跟大家一起來聊聊天。沒錯，那大家好，我是子耀。那麼剛才師兄也說到了，我們邀請了一位台灣的老師，叫 Jessica 老師。老師你好，跟我們的風水說道的朋友們打個招呼好嗎 ？Hello， 大家好，我是靈魂事務所的 Jessica。好，那其實據我們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啊，因為老師在從事這個靈性的行業之前呢，是一位白衣天使，在三維的世界當中去看到了很多生死的事情。那如今呢，又是一位鏈接真實的這個人生和虛擬的靈界的這樣的一個使者。那麼我們也很想採訪您，跟您去聊一聊您身邊的一些故事。那其實老師當中有一個經歷非常打動我，因為您可以看到很多靈界的東西，所以您去到這個醫院去檢查您的這個眼睛是否出了問題。那能不能夠跟大家先講一講這個有趣的故事？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哦，因為我過去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醫院裡面的一個重症病房的護理師。然後你知道，一個在重症的病房服務，就是我們看到大部分是數據嘛，然後我的病人應該怎麼照顧嘛。所以一旦當我突然在某一個人生的轉折，我突然看到這些關於大家說的能量啊，或者你身上的顏色啊，第一件事情我就先驗眼睛啊，因為就是怕自己是不是看錯了。因為是醫護人員，想法就是如果眼睛有問題，我們就治療它。好，對，科學嘛，一開始是不太相信這個玄學的東西，可能是科學是最重要的。是的，對，這對我來說容易多了，因為發現有狀況，我們去處理它，然後點眼藥水我就好了。可是其實那時候檢查讓我覺得蠻絕望的。因為我跑了好幾間的眼科醫師，因為我總覺得你再多檢查一下，也許就真的有問題。然後，因為我那時候看到的是人跟人之間的那種光線，以及今天在土地上面有不同的能量起來，以及靈魂在經過我的時候的顏色的狀態不同啊。其實之前師兄在參加通靈之王2的時候，也能夠看到嘉賓的顏色。師兄的這一個方法和 Jessica 老師的方法有什麼不一樣的呢？哦，好大不一樣啊！因為 Jessica 老師呢，他這個是等於是先天的。就是天生就可以，忽然間不知道經歷了什麼，或者去了某個地方，他就擁有了這種能力。我們那個還是有方法步驟的，就是通過去關一些物品依附在上面的那個氣，然後再慢慢去關人體的一個氣，然後再對萬事萬物去看。這是有一個方法手段，這個是需要修煉還蠻久時間的。其實也就是說，師兄的這個觀氣的能力是有法門的，是有法門的，可以修行出來的。對對對。但是 Jessica 老師這一個能力是天生的。對，這個是特別羨慕的哈。我是睡覺來的。睡一覺，哎，就會了。睡覺的時候發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我那時候的一個狀態就是，有一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呢，我突然感覺上很像電線走火的聲音，噼里啪啦一下出現在，對，很大聲的，而且有強光照到我的眼睛，讓我嚇醒。而這個狀態之下，我持續了4-5個晚上，而且是連續的。其實蠻影響睡眠的。對啊，就是基本上一閉眼就有一個電筒照到他眼睛。是等於是夢境這樣子嗎？應該算。可是就突然覺得好像有強光照射眼睛，然後電線走火很大聲，就基本上睡不了。其實是對的，我們的那個修煉的法門裡面是需要你的金光練到整個眼睛看到周圍是整個房子都充滿了金光，但是我們需要很強的意識或者很強的這個純思純想練出來。Jessica老師有沒有到現在，你有沒有發現回過頭來看您的這個經歷，它其實是一個什麼原因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当时变成这样，电线走火了大概4、5天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我突然看到这一切，我并没有觉得那是什么礼物啊，或者是上天赐给我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背景，我身边甚至没有这样的类似像这样的人，对，所以对我来说无可预寻的想法就是，我先治疗好我的眼睛完之后，接下来我就可以好好生活，我会回到去做护理就好了。但是到我现在回头去想，对。我其实蛮感谢老天的，因为他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够做相关的服务，然后来到我面前的个案，对我来说都是我的老师。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灵魂沟通的案例，那个灵魂沟通的案例呢，是我第一个算是挺陌生的案例，就是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是他听他朋友就来了。其实他已经快要自杀了，然后也忧郁症了。然后当我沟通完之后，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让他相信了这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灵魂，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也解除了他对他先生的误会。那时候他先生过世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女的一起过世啊。你知道身为一个太太会怎么想的？他们是不是谋划好的？他们是不是有预谋？怎么会相约？没错，这么巧，我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嘛？对啊，说好了很爱我呢。没错。然后那时候对他先生有种种的误解。对。可是那个灵魂一来，第一件事就是他也什么事都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过世，我就只好跟他说：“哎，你的老公一直跟你讲，他没有对不起你。”他说他只会讲这句话。我说对。他一直说他没有对不起，他真的没有对不起我，因为对方一直说，我就只好一直翻。所以当他告诉我他怎么过世，当那个灵魂告诉我说他其实误会我对另外一个女生什么样，我才知道哦，原来原因是这样。其实因为师兄啊，我看了杰西卡老师写的那本书，他书中讲到，其实80%的灵魂在去世后去往别处了，那还剩下20%呢，会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是不是刚才您讲的这段故事，是残留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边的灵魂的理解？是的，有一些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可能残留的意识比较多，然后牵挂的人也可能比较多。本体甚至乎未必会知道自己死亡，的时候，他残留的这种信息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做3个步骤，一个叫祭祀的祭，祭祀的祭呢，就是说，好，可能你现在的本体会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牵挂的东西，我们会帮你去完成这次的祈福，或者帮你一些心愿啊，帮你去达成了，一些物质世界不能拥有的东西，烧给你，通过某一种能量给到你，这个是祭。第二个就是炼了，很多人就是他不能去到轮回，就因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的那种灵魂的形状。我们叫炼形。就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家长堕胎。是他应该就是不完整的，反正有很多种的，也会有这种，也会有其他。对，有可能最后一口气没有出来，有可能是忽然之间太突然的死亡。就是可能一些猝死啊，或者说是对横祸等等之类的。是的，然后我们要把它灵魂回归到灵魂的形状。很多人以为是练成一个人的形状，不对，灵魂有灵魂的形状。那灵魂的形状，师兄是你见的最多的是什么样子？如果从3位世界角度上面来说，它可能类似于哪一种？比方说一个花瓶一个花瓶，它是很多的碎片，然后把它拼凑成为一个花瓶这样子，就像那种拼图一样，可能它少了拼图，你就拼图，把它拼上一个完整的拼图，就拼图，就是它有很多的碎片，灵魂碎片。对，我要把这个碎片，把这个拼起来。那你拼起来之后，我可以问一下吗？拼起来之后，它的能量就会比较饱和吗？凝聚，完整。为什么我一直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你知道我是个阴阳眼，观察着我看这个状态，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灵魂，大部分的灵魂的状态，那个能量是很稀薄的。是的，可能就是你说的不能凝聚，我就发现它就是说实在，就是那个气好像有点怪怪的。他们是散的，对，就是这样，你感觉像朦胧的，像烟雾一样。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挺多的耶。是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话，它也会慢慢的凝聚在一起。是的，而且有一个部分是很多家属想要问我说，你知道过世2、3年他们还会祭祀吗？可4、5年之后，我发现有些灵魂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道长您说的，就是风水师兄您说的，就是他慢慢的凝聚完之后，我会感觉到那个状态真的就是比较凝聚。我觉得我今天来，是不是有人我也学到一些，有人帮他做了法事，让他凝聚了？对，是的，祭炼嘛，是的，祭炼叫做水火炼度真的发现只能通过水火才能炼形，炼形，他不怕火的。
他也不怕水的，他是用这个东西，他能练到形，凝聚起来，凝聚起来了才可以送出它，最后才是度。然后第3个就是度，就超度的度，就是送他，送他。哇，原来也有这种法门啊！是，对，这个就是。杰西卡老师想学吗？我感觉你很好奇。你知道我的世界就是，比如说，就像师兄讲的，它就是破碎的花瓶。那我看到就是只能告诉你说，哎呀，那师兄那是破碎的花瓶。然后，但是我并不知道说用这个方式可以把它练成一个凝聚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认识了师兄以后，你就可以说，师兄他破碎的花瓶，你帮他练一下吧。让它成型。对，就很多耶，就很多这种破碎的一个。所以有一个很厉害的法门，是要特定的节日要聚集我们所谓的真正的高功法师，他是一起来帮一批来做，这个是很猛。好像我们这里讲的是灵宝祭炼，灵宝祭炼就是中元节的时候，我们就说来一个画一个，来一个画一个。这种就是排着队，每年有一场，做不完的。每年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比较好。只能是说尽量的去做，因为你一个一个去做太难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的意义呢，除了跟大家分享以外，其实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就正确的去了解这种未知的东西，破除恐惧。有空的话，我要带老师去看一次，就肯定看得到，很特别。你要记得带我去啊，对，资料留一下。你会看到一群的气变成形，然后走了。对，我真的希望能亲眼所见。是，那这里呢，还想问回 Jessica 老师，就是说，其实我之前看过您的采访，就是您的有一个案例非常打动我，就是一般的老师他不会让灵体去附着在自己身上嘛。可能在您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您会允许亡灵的短暂的这个附体，是的，因为想要通过这个给家属最后一个拥抱，来去这个解除这种语言啊沟通的一个障碍。我记得第一次在做这样的时候，实际是亡灵对我的要求，他就告诉我说，我已经很久没握过我爸爸的手，我想要握他的手，最后一次啊。然后在握之前，我先讲啊，我做这个部分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告诉我的是，我事后可以求证到，我才能说服我的头脑跟我的想法。他告诉我说，我爸爸的手很软，很软绵绵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我答应你，让你上来。所以，当我得让他上来的时候，我又感觉到我的意识能量是退了一步，就是我的肉身在这，可是我的能量，我的意识往后面退了一步，让他进来。那进来之后呢，我真的去握他的手，你知道那个手一握。还真软，然后呢，这手一握舍不得放啊，那真舍不得。你知道内在的酸楚跟舍不得那个部分，那真的是我内在很难言喻。等于说，我的意识虽然退了一步，我观望着我让他做这件事情，我也感受到我的感受，包含他的感受。我内在告诉自己说，真值得。因为在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伟大，因为他。不是说我们科学它能做到的，而是通过这种灵性的角度，让亲人与已经过世的这个亲人再有一次肢体上的接触，而且非常的真实。因为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我也有些感动也是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些感动。比方说刚才那位朋友跟爸爸牵手，最后怎么样分开的？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吧，就是他会觉得哇。爸爸的手很软，我觉得这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手一握上去，我发现那是第一次嘛，所以我也体验到他的那个舍不得跟不忍放手。没错。然后呢，但坦白说，我知道我只能一下下，那个一下下是我没办法选择，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就是说，就内在有一个好像有个时间点到了，我会把它弹开，那个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想解释一下这件事啊，实际上。你的时间是你的时间，他的时间应该不是这么短暂，知道吗？就是我知道你在说的意思，是，就是他的那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对，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卡在一起。这个是平行宇宙的概念吗？多维空间的概念，就是因为那位朋友的这个时间跟他的时间线跟我的时间线已经不在同一个没错状态里面，就弹开，所以他只能是交汇。神奇的是，做完这件事，家属也不会再回来找我。被握的那个父亲呢，是默默的哭，然后他什么都没有讲，然后呢，灵魂呢，在
这样握的时候，只有跟爸爸讲说：“爸爸，我要走啦，你要保重你自己啊。”然后我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跟你接触啦，对不起啊。然后那时候他爸爸，你知道，其实他爸爸本来不相信，他是跟着家里人来的，可是灵魂就指定要握他，爸爸那时候他的手都抖啊，在发抖，对，然后跟我讲，就是跟他女儿讲说，我要好好照顾自己，你放心吧，你走吧，然后那个走吧，那个内在那个深层，就是好像我有感觉那是一个据点，他跟他女儿相遇的那个据点画下来了，然后我就弹开了，就是休止符，就对，停止我就弹开了，弹开完之后，你知道有一种那个感觉也没了，那个舍不得的感觉通通消失了，是，对，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体验。但我不止一次做这个，但是我觉得对于生者也好，亡者也好，都是一个很慈悲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这个空间里面，他能够短时间再给一次机会吧，那我们就是画个句号。这个是亡魂的要求是吧？会不会就是老师你会让他们，你说你尝试一下？我不主动，不主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来不会主动。但是通常是灵魂告诉我说我可不可以，但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有这个机制的，就是说我说的机制就是当灵魂有时候对我要求，我会知道不能，然后我跟他内在说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为你做这件事，明白。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那不能，这是你身体的保护机制应该是，可能有些能量太强，因为有些可能他进来了之后他就不想走可能我们看到的也会离开，但是他可能会有其他东西的残留对，比如说有时候上来的时候太太，对，来的时候是先生，这种我就不做，这种就算他要我也不做，因为不方便，因为我是个女性，我去帮他先生这样子，他会有很多隐私的一些东西，我还觉得好像哪里可能我有一些就是道德规范啊什么，这样好像不太适合。但是女儿抱爸爸我可以接受，或者是儿子抱妈妈我可以接受。所以有一次我是做儿子这个部分，儿子一上来的时候，他要坐他妈大腿上，然后那个孩子是不大的孩子，所以你知道我就这样，然后我要坐他妈大腿上，然后但是我有一个，因为我是看了我的意思，然后他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跟他只能跟他妈妈讲说，不好意思，我待会呢，你儿子一直想坐你的大腿上，但我也不会让他这样做，但是我跟他讲说，他想跨在你大腿上抱着你，那我抱你一下，但我不跨在你的大腿上，所以我是清楚的。对，可是那个有时候亡灵一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爱这个人，舍不得他，然后那个爱是就是夫妻之间的爱很强烈的那种，非常强，那个是一种依恋啊。是。那老师在您大量的这种沟通经验当中啊，其实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的尽头，他最需要听到的是些什么样的话语呢？突然离世的亲人，就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很有幸能够有机会在自己家人快过世的时候，还是守在旁边，这是一个机会。对，以医学来说，耳朵有8个小时的听力，但以我观察的状态来说，当人的疾病到末端快要离世的时候，其实他灵魂已经离开，你知道他快离开身体那种感觉，我看到是有一点不知道是漂浮的气还是什么，就一直身体在这，那个状态一直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留言或说话在这个快往生的人旁边，你可以慢慢说，因为很多灵魂告诉我很远啊，得说的慢一点，听得比较清楚啊，听得清楚。对，那时候我们会要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说眼泪不可以掉在这个病人的身上，他会舍不得，是这样做。你不要哭泣的很大声，你用稳定、坚定的力量告诉他说，我们会好的，然后你放心吧。这个其实对灵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人来说就快往生。我经常经历了一些，就是说他们就是临走的时候，家里大嘛，就送回家里，希望最后一口气从家里面去走。然后家里人呢，回去之后呢，有时候他们看到还有几个小时，差不多要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激动。
家里人呢，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很多人会大声的喊，哭起来。哎，我发现了，死不掉。有没有发现？发现死不掉，是吗？把他喊回来了，感觉要召唤。是吧？就是召唤他，本来是很好的，这5-6个小时可能就走掉了，一召唤，哎，又过10几了。就是不是这样子吗？你看到那个灵魂有？我跟你讲哦，通常有这样，我刚好经历这件事情啊，有家里的人聚集，然后在那边就哭，然后呢，他听到那个哭的声音很大声，那个灵魂的状态就是突然好像又往自己的身上压，然后你平静，家人平静完之后，他又往上浮，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舍不得？我也搞不清楚。但的确，他会知道，好像回到家里，灵魂有一种好像回到家的感觉。是的，他知道的。他知道哎，虽然他不是很清楚。没错，我们叫控嘛。刚才听完2位老师的分享以后，让我唤醒了我一个很尘封的记忆。就我记得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奶奶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她的母亲要走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围在床边，情绪很激动。但是那个时候是冬天，就是家里面的窗户都是关得很严的。然后的话呢，我奶奶突然在哭的时候听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声音，她说：“我要走了，你们赶紧把北边的一个窗户给我打开。”然后我奶奶就是一哆嗦一激灵嘛，就听到了，哎，怎么她妈妈在跟她说这个话，她就赶紧把这个窗户打开，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就咽气了，就所有人就开始嚎啕大哭。那我也想问一下杰西卡老师，那这一种是不是真的会有我们所说的在时空上面灵魂会有一些交汇的一些点？是的，的确会。我们在医院里面，我刚刚说嘛，我在重症病房里面，我会经历很多人的死亡，因为他癌末了，或者是他就是生命走到尽头了。我那时候在医院做的时候，因为也比较了解这一块，就是说我大概知道灵魂快要离世了，灵魂快要脱离他的身体，所以这时候家属在旁边聚集，然后看他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可能要维持一个安静、稳定的一个状态。你要跟他说话，要在旁边，一字一句的讲，然后你用稳定的力量去告诉他，重复的告诉他，让他稳定。因为如果情绪非常激动，或者是忍不住嘛，那他可能会造成他们的流裂。但我不会用流裂2个字，因为身为医护人员不能讲这样。我会说，你要让他稳定的情绪，然后让他有一个状态是他愿意放下、放心，然后就是一个安详的离开的方式。安详，尊重逝者，是的，让他们更顺利一些。然后其实之前您的访问里面也提到过，就是其实在48小时内是最难沟通的，而且头7啊、头9啊，灵魂其实会回来看到自己的家人。是的。那么其实从能量的层面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些时间窗口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从以前沟通到现在20年，我观察出的规律。虽然在台湾也会说头7要回来，但是呢，为什么前48小时刚往生的时候不太容易沟通？不是找不到灵魂，而是灵魂呈现一个他搞不清楚他现在从有人的身体到变成灵体的一个状态，他的那个适应的这个情况，大部分的时候是无法适应，还有可能生前来的焦虑、恐惧这些部分还残留在他的灵魂上面，所以我在沟通的时候，其实那个品质非常的差，他呈现一个被情绪缴获的一个状态，但家属那时候也嚎啕大哭，然后情绪也非常激动，就会跟灵魂之间的那个状态产生一个共振，两边的情绪都很波动，是的，就影响他的信号，可能是的。那家属觉得不稳定，然后灵魂状态更因为这样有感觉恐惧，在适应自己真的情况，因为我们生前没有这个机会，你去适应这件事情。OK， 让我觉得也想问风水师兄这件事情。48小时之后，我说是个平均值啊。对。他可能40个小时，或者是可能50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我就完全找不到灵魂。哦。你知道他好像就消失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我抠也抠不到，叫也叫不到，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奇怪，就一直没办法联络，就失联了。OK， 这个他失联了。他最快回来是过世第5天。对，最慢回来甚至到过世第9天才回来。那师兄去哪里了？我们之前讲过哈，其实我们人走了之后呢，首先有3个魂要出去啊，第一个是天魂，一个是地魂，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就是人魂，
灵魂呢，就是带有我们的情感的，与家人在一起的。地魂其实是照顾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的，天魂可能是我们的一些任务。那在人魂的这个阶段里面呢，每个国度都好，它都需要有一些。外国可能叫天使，我们这里可能叫一些阴差，去带他去到某些地方，什么城隍庙啊，什么要去做的十殿阎罗，你走了，去注销你的户口吧，把你的户口注销掉吧，然后接下来你才能够有下一辈子，或者是有其他的工作啊。就是这几天的话，只是说前期的一个户口注销的一个工作，对，就他最后就要过安检，要见到牛头马面嘛。我过安检之前回来看一下，然后上飞机之前，我就上飞机了，我就上飞机了，拜拜。明白。我相信师兄的这个解释，通过道教的方法，应该可以让 Jessica 老师有一些大概的一些画面。对，那其实您沟通过了那么多不同的国家，或者说不同宗教信仰的灵体，那他们。你看到他们的这个世界，它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各有差别？就是说他走那条路，对，通常我们灵魂离开身体之后，他走那条路，我是很想问他们走那条路长相。对，其实目的没有别的，第一个部分我想知道未来我可能会走上什么样的路啊，有个心理准备啊。你知道那个我是被教育成有6道轮回的，我的想法6道轮回是6条路，然后我很担心我迷路，万一走错光，你知道。在我们这边世界，台湾会说你要跟着光走，可是我也没告诉我到底紫的、蓝的、绿色，也搞不清楚，我自己是没这个概念，所以我想问他们。那他们呢，就是这些灵魂呢，告诉我说，就我发现就这那一条路啊，就只有一条路，就那一条路，对，你会因为你过世时候的状态，而那个条路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你过世时候你的那个内在的那个能量振动频率。会决定那条路，我也搞不清楚那个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比较安详的逝者，他那条路会是怎么样的？大部分的安详的逝者呢，比如说他是睡着睡着就过世了，其实他走那条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过世了。就是还不知道自己离开了。他以为他看到那是梦啊。然后他会告诉我说，那做梦啊。因为他看到的是，你知道我们做梦梦境会有很多不可思议，或者是也五彩缤纷的，是啊。然后你就觉得只是那个梦特别的美，那所以他们告诉我是这样，可是久了他会慢慢的知道，所以我发现往生之后家属对他的仪式很重要，再提醒他们，其实你过世啦，对，要告诉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对，明白，大概1半以上的亡者是透过这种方式知道，原来我过世了，是这样。然后他们走的路特别的平静，但我要先讲有趣的也在这，他会因为他生前的信仰的不同，我也在探讨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我刚刚有说嘛，我没有宗教信仰，对，总是内在有点忐忑，是不是要有一个什么宗教信仰，然后我走那条路可能会比较稳当，你知道那个就是在也没收集资料之前的想法。可是灵魂告诉我的是，他们给我看到是，他就算没有这个宗教信仰，他看到东西，他也会看到佛菩萨啊。他就是没有信佛，他也可以看到。是的，他就是存在在那里。是的，我有沟通过意大利人，他是来台湾爬山，结果跌落山谷，意外。然后他说他看到了金色的人，很高，看起来人形，没有头发。然后你知道他一定不会说那是佛菩萨。是啊，我猜的，可能是。但他就觉得都是金光啊，然后有白色的光，然后呢，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只好讲给他的太太听，太太就问了他的朋友，朋友说，这是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认为那是一个极乐世界吧，你看到可能是神明，类似像这样，但她老公没概念因为他是西方人嘛，对，也搞不懂东方人他但你说这个例子多不多呢？其实挺不多的，但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大概我目前收集到案例大概20几个吧。所以我刚刚跟 Jessica 老师在拍节目之前，我们就聊，到底这个世界是我们意识的世界呢，还是安排好的世界？一问我就说一定是安排好了。你以为死亡是你的剧本的终 ending， 它不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剧本在里面，那条路也是安排好的。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不是修行者。就可能也很多人也没有宗教信仰，那他怎么能够提前去做准备？就像 Jessica 老师来说，他自己可能也想提前知道自己会怎样，准备不了，准备不了，他是安排好，而且这个我告诉你，我能知道就是
这些东西它不可被预见。就是你身上的神，他不想你看到这个东西，因为你的存在是我想的安排我想要的安排，而不是被你知道的预设。听起来很像有一个更大的力量，然后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这上面也不论我看见什么，都是安排好的。对，没错，你就跟着去走就对了。只不过是说我们走的时候不要留有太多的遗憾。明白了。其实我相信两位老师的这种体验啊，包括宗教的一些文化给大家分享，能够打开大家很多的启发。那其实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想请教一下二位，那么如果灵魂感到恐惧，或者说想调整一下自己的能量，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稳妥的方法？计划我们人呢，我的方式都是你晚上10点以前洗澡。10点以前洗澡，对，那为什么要10点以前洗澡呢？就觉得你知道人的磁场就是能量状态呢，10点以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感觉上要过一个不知道什么子时阴阳交接的时候。对，大概你不要晚于10点半，因为一到11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状态不太一样。没错，因为今天录节目，我特意在10点前就洗澡。就是为了见老师，就是洗澡换了一下衣服啊，就像古人一样沐浴焚香，就是过来见您了。可能这样子的话，我的灵魂是不是也会干净一点？我会肮脏的人。我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晚上10点前一定要洗澡。那如果你内在觉得最近我觉得挺晦气的，或者很担心，好像最近有点倒霉，那我都会叫我的学生，就是你就10点以前，晚上10点你洗澡。那会不会觉得可能我多洗几次会不会好呢？有数量上的讲究吗？你会脱皮？没有没有，就洗一次，就洗一次就可以了。10点钟以前。对。好，那感谢 Jessica 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出盐以及我们的沐浴洗澡的一个这个调整能量的方法。那师兄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办法教大家？为什么让 Jessica 老师先分享呢？因为我就想在他的上面去做补充，因为道门里面的一些驱邪或者是净化的方法实在太多。我们经常看到啊，就是一些鬼穿墙过去，对吧？但实际上他没有穿过去，他就躲在里面，他就停留在这里。OK， 我常看他们卡在里面。对，就是你说躲也可以，你就觉得他没过来啊。对，他过不去，他实际上就卡在你。对，没错。所以晚上你不要贴着墙，对，不要贴着墙。卡在你。因为说到道门的方法嘛，我们常讲啊，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是这样握着手的，这我们叫握固嘛。握固。小朋友这样子，人也是啊，你没有人死的时候的手还能这样子，肯定是伸开了嘛。死掉就是撒手人亡。撒手人亡。那我们这个叫做鹦鹉雷。鹦鹉雷啊，这是保护着我们的元神的气，你知道吗？人都是叫做至阳之气来的，我们是阳面所生长的。那我们用这样的指的一个手法呢，这个是大拇指，上面是4个手指，我们叫阳鹉雷。然后对着我们的窗墙，然后把它推出去。手要打开吗？对，左手为阳，左手为阳。对，往前一推。对，你的气就过去了啊。其实把它推走，净化完了之后，再把残余的气推走，这是非常好用啊。是这样子，然后净化完空间，对，然后把那个气往前推，对，要念一些口诀或者想什么吗？对啊，你只要存想我的气，对，存想我的气过去了。就这样排走去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了，如果是那里的能量特别强的话，你推窗的时候，那个窗户可能忽然间就会有一阵风，有吹动，有外音，有声音，对，有声音。那我们前半部分的访谈讲了很多有关于生死。是的，两位老师的看法以及我们的灵体啊、灵魂方面的一些东西。那其实我从您的书里面也看到了，其实您也很强调于我们要活在当下。是的。那对于说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的时间，您是怎么去理解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达到一个好的状态？好，我所会的这个部分不是只有灵魂沟通，另外一个部分我会看。对我来说，我会取名叫时间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来。可是很妙的是，我发现
我们的未来它并不是固定在一条线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线性，它是很多的可能性。所以虽然有人常来找我问事，就是说我未来会不会发财，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会发现有这样状态，就是他可能问完之后，我告诉你9月底会成功，可能在某个 moment 某一个状态的，他又来问的时候，我发现不对9月的时间移动了，竟然会到11、2月，所以我也会跟我问世的这些学生讲说，你要知道你的未来所有可能性掌握在你的手上，你可以来问世做一个参考值，但你想要达到那个状态，来自于你自己信念的力量。所以我常会把这个力量交回我的学生手上，说你最重要，你有力量。那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件事情是来自于生命的无常？你知道我虽然是护理人员，然后可能大家说我走科学，而某种程度我在灵魂沟通的部分，我不得不臣服一件事，叫做有命数。命有定数，命有定数，对，因为那个定数悬到你真的很难。命有定数这件事，你甚至不知道你今天眼睛闭上，然后能不能再张开。我有很多在灵魂沟通是孩子，20出头啊，吃完早餐，跟他妈妈说一下，说我睡个午觉，他就再也没张开眼睛了。就是无常嘛。对，然后。他的妈妈哭天喊地，觉得孩子那么年轻就过世，其实在他内在是舍不得他的离开。当我明白这件事情，我每天当最后一天过。珍惜当下。对，就是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时候跟死亡非常的接近。让我不得不臣服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就算做好所有的准备，就算你拥有所有的资格，包含你是个医师，无法操弄，就是叫所谓的定数。其实很多东西，我也是非常的确定命定论。太多东西不该我们管了。财富不归你管，子女不归你管，连健康都不归你管。对啊，人生能管的东西太少了，你能选择的只能是自由、欢快、幸福的过，逍遥。那所以大家不要去太担心这些，每个人都有他的天分，只要把你的天分发挥好了。人找天分很简单，你的兴趣在哪里，你的热爱在哪里，那个就是你的天分。你孜孜不倦做，就像我们做几百期节目还在拍，我们今天是天分吗？今天跟崔世凯老师也说，他说我不觉得我累，因为我一直在讲话，因为他在做自己热爱的东西。是的。我突然想到师兄之前教我的一个话，叫道家里面有一句话叫“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怎么正解？道之用是什么？什么时候都放自己在最弱的状态然后因为你变强之前是不是弱？对，永远放在这个状态你才能生长。强永远就会死。然后反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包容你的反面？就是说，我就好像作为护士，就是看到很多人很害怕病，为什么我们不能包容病？它不是就是存在的吗？你能包容你的反面的时候，那你活得很长，人就不会这么容易死。对呀，这是一种哲学，是我觉得这种智刚才慧。师兄我学到了，反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或聚集，也就是仅是因缘具足而已。所以很多人说我讲的准，或很多人说我讲的不准，对我来说都仅是因缘具足。所以这个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就只是我安排在这个时间点，在我的个案面前，我跟你讲这段话，我仅是其中一个微小的角色。那今天呢，让我感觉到 Jessica 老师她的这种学识和这种专业的理解，其实是可以跨越生死，让人感悟到更深的人生智慧和道理。那师兄呢，又像一个这种哲学家，我不是，又像一个这个用我们比较伟大的这种道家的思想，去让人明白和参悟很多生活当中的道理，对，给别人一种启发。我一直对自己想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要绝对自由的，在当下去感受。我是要的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对，那句话好有感觉。没错，就是让人可以反复品味。是。那在这里呢，我也是希望喜欢我们本期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 WhatsApp，然后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评论区
留言讨论，包括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给我们去私信。那我们本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拜拜。